华尔街评级最高的5间公司。嗨，我是雪胖，你也可以叫我小邦。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的口袋名单里面华尔街评级最高的5间公司。那我会来分别聊一聊华尔街为什么会将这些公司打的评级给的这么高，然后也会帮大家整理分析师的一些看法。那因为这集影片的内容比较多，所以会分上下2集。那我们上集就先来聊聊前3名。OK， 那就话不多说，我们直接进入正题吧。好，那我们第一间来讲的公司就是 Amazon， 代号 AMZN。那这些分析师呢，之所以会这么看好 Amazon， 会有5个原因哦。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市占高 ，Amazon 是全球主导地位最高的电商零售商之一。那 Amazon 在2017年的电商市场领域有 36.4% 的市占率，2024年有 39.7% 的市占率，成长了3%哦。那这个 39.7% 是远远超过沃尔玛的 10.6% 的。很多人不晓得Amazon 到底为什么可以做到电商龙头？它跟别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它市占率为什么可以这么高？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哦。Amazon 会透过用户的点击率、搜寻量跟购买行为做分析，去决定哪些商品应该优先进入仓储物流，哪一些商品应该优先出货。也就是说呢 ，Amazon 的电商和物流系统，它背后是有数据分析去支持的。尤其亚马逊本身就有在做 AI 相关的事业体嘛。那在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呢，当然它就比其他的电商零售业者更有优势。再来，分析师看好 Amazon 的第2个原因呢，就是它的影响力无所不在。Amazon 的 AWS 云端运算平台呢，虽然不像我们一般消费者会直接接触到的东西，不像手机啊、电脑啊这种你实体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但事实上 Amazon 的云端运算平台 AWS 是无所不在的，有非常多我们在使用的软体背后都是 AWS 在支持的。比如说大家周末常常看的 Netflix 背后就是 AWS 在支援，比如说我们平常开会用到的 Zoom 可能也是 AWS 在支援。又比如说寒暑假出去旅游，我们要预订饭店 Booking.com 跟 Airbnb 基本上也都是 AWS 的大客户，所以 Amazon 的影响力基本上是无所不在的。那就是可以延伸到下一个优势，前景优秀。一家公司的产品或服务越是不可或缺，越是无所不在，那么它的营收、净利、营业现金流就会越有稳定的成长。而这些指标如果长期稳健的成长，是绝对会帮股东创造价值的。我们就以过去的数据来看好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 Amazon 营收已经连续8年成长。2025年第1季的财报更是显示，它的营收年增 8.6%， 达到了1557亿美元左右，超出分析师预期 5.8 亿美元。再来，北美地区的营收成长了 7.6%， 达到929亿美元。国际地区的营收成长 4.9%， 达到了335亿美元。那如果排除10亿美元的汇损的话呢，它的成长应该是 7.9% 啦。所以从过去的这些历史数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Amazon 其实是一直在进步的。而华尔街分析师呢，也认为 Amazon 未来会持续进步，这个就是为什么他们会给 Amazon 评级这么高的原因。第4个原因是规模优势。一直以来呢 Amazon 确实有跟 NVIDIA 去购买晶片，不过众所周知啊 NVIDIA 的晶片真的很贵，对于亚马逊来说啊，这个成本就非常的高。不过 Amazon 近几年已经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去生产他们自己家的晶片。Amazon 目前最大的优势其实就是它手边的资金够多，它有能力去持续投入研发在这些晶片上面。而且 Amazon 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自己就是自己最大的客户，内部的需求其实就足以支撑他们自家的市场啦。这样的规模优势就让 Amazon 可以摆脱对于其他公司的依赖，而且呢，它在成本上面也更有胜算。最后，分析师们看好 Amazon， 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 Amazon 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度很低。我们都知道 NVIDIA 正在面临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一些出口限制嘛，这使得 NVIDIA 就被迫要放弃一个高增长、高利润的市场，甚至这一季呢 NVIDIA 还提列了45亿美元的存货损失。那预计下一季它还会再提列80亿美元的损失。而 Amazon 呢，它早已经退出了中国市场，在营运上面 Amazon 基本上都是跟美国的当地伙伴来进行合作。目前来自中国的唯一风险就是电商平台上面那些第三方的中国卖家。虽然说在关税的影响之下，供应链可能还是会有一些摩擦，但是分析师认为这个不会对 Amazon 造成严重的冲击。以上5点就是好几位华尔街分析师们看好 Amazon 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最近3个月内在我的口袋名单当中 Amazon 是受到华尔街评级最高的一家公司。那上面整理这些资讯呢，当然也不是随随便便都找得到的，我是透过 Seeking Alpha 的 Analysis 这边去看看分析师们的报告。那很多人其实会常常来问我说，我到底要怎么看出一家公司的前景好不好？其实这些分析师的报告就非常有帮助，它不仅可以帮助我更了解一间公司，还可以让我透过这些专业分析师的眼睛去看清楚一家公司的前景。那当然啦，这些专业分析师的报告肯定不是免费的嘛，
这个要在 Seeking Alpha 的 Premium 付费方案里面才看得到。我一直觉得使用者付费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毕竟人家花了很多心力、很多时间去做研究，付费是必要的吧？没有人该做白工。有时候付一点点钱看这些高级资讯，在股市当中就可以少赔很多钱。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现在又要花钱，又要花钱，又要花钱，只看到眼前，却没有想过你现在不学习，在股市上赔的钱不会花更多吗？如果坐在荧幕前的你很认同我的价值观，同时也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然后你也想要知道自己喜欢的公司到底有没有前景，我非常推荐你去使用 Seeking Alpha 的这个部分，去看看分析师专业的报告，让自己吸收一些这些高级的知识。那连结我已经放在下面了，有需要的人就自己拿去服用吧。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我的口袋名单当中，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第2高评级的公司 Microsoft， 代号 MSFT。那这些分析师给出这么高的评级的原因呢，主要有3个。第一个原因是中美贸易战影响的程度比较低，在目前全球贸易相对紧张的氛围之下呢，微软是3大科技巨头当中，包括苹果、辉达、微软，在这3大科技巨头当中，微软是最相对不受到进出口影响的企业。微软主要的营收是来自软体跟云端服务这一块，这让它比较不容易受到中美贸易的影响。那这其实就跟 Amazon 有一点类似啊，他们都是在做云端服务的。Amazon 的主要收入也是来自于云端服务。相较之下 ，Apple 跟 Nvidia 他们的实体产品就比较容易受到供应链跟关税的冲击，而微软跟亚马逊就相对没那么大。再来，他们看好微软的第2个原因呢，就是它有机会超越 AWS。在云端服务这个领域，微软是仅次于亚马逊的。不过，微软的 Azure 近几年在过去几年的营收成长是最猛烈的。虽然亚马逊的 AWS 在2024年的第4季市占率是 30%， 微软市占率只有 21%， 占据第2名哦。但是微软透过密集的去布局 AI， 重金投入，而且它的 Capex 大约是600亿美元哦。它不断的去推进自己的成长动能，不断的推进。因此分析师也认为微软在云端市场是非常有可能会超越亚马逊的。而且在最近的法说会当中，微软的管理阶层他们也有提到我们仍然是客户的首选云端供应商，包括 VMware、SAP、Oracle 等等，工作负载量拥有比其他超大型业者更广的区域覆盖，而且各行各业的客户的需求都还在加速，像是可口可乐ServiceNow 都在扩大 Azure 的使用规模。再来第3个原因是微软的产品是完全跨产业的，它不像某一些 SaaS 公司只针对特定市场的垂直整合例如说仓储管理，例如说自动化销售，这种产品虽然是专精的，但是它没有办法跨领域进行。不过微软的解决方案可以横跨所有产业，可以应用在所有产业上，你没有听错，就是所有产业。例如说像最近 Mastercard 这间公司呢，最近就宣布要跟微软来进行 AI 上面的合作，共同开发 AI 驱动的代理型商务。那我个人也认为微软的覆盖率跟扩张速度并不比 Amazon 差，所以呢，也许它真的有机会超车 AWS 也说不定。那我个人是认为无论如何2间公司的前景都还是真的非常的不错的。好，第3家公司就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台积电。在我的观察下来分析师们之所以会给台积电这么高的评级，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地缘政治超前部署。很多人都在担心万一中国入侵台湾，台积电怎么办？甚至连巴菲特都有提过台积电的地缘政治风险。不过 TSMC 现在除了要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那边去扩产，还打算在德国建厂，甚至连阿联酋都提出了超级晶圆厂的计划。分析师就认为这个其实就是地缘政治的转型。而且不只有这样原本说要投入650亿美元，结果后来公司又宣布要继续投入1000亿美元在亚利桑那州设厂，避免受到这个关税冲击的严重影响所以台积电现在不只是台湾的资产，更是全世界的战略资产。台积电预估未来几年将会有大约 30% 的先进产程会落在美国。那虽然呢，台湾依然是它最主要的生产基地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在美国及其他地区大规模的生产的话，那这个就会大大的降低因为地缘政治而产生的折价效应。OK， 再来第2个原因呢，就是竞争优势啦。我们以竞争者的角度来看Intel 就算大家都知道 Intel 现在不太行了嘛，我们把 Intel 拉上来比好了，就算今天 Intel 在制程节点上面赶上了台积电，跟台积电有一样的水准，但是它未必也能达到台积电的良率跟它的客户管理的效能。而三星呢，也是台积电的竞争对手嘛。三星目前在记忆体业务上面也受到海力士的挑战，那看起来实际上高频宽记忆体这部分已经被超越了啦。所以 AI 晶片的主导权其实它仍然在
台积电的身上。分析师不认为这种领先的地位会在短时间内被其他公司给取代。那以我自己的观点来看，我们撇除政治的角度，以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台积电的晶片会供应给全世界非常多的大的企业，而这些大企业呢，跟中国厂商也都有贸易往来。比如说，中国会把他们的产品卖给这些大企业，那这些大企业呢，也有可能会需要把他们的产品卖给中国的企业，彼此是有交集的。而如果今天台积电真的受到中国的攻击，因此台积电结束掉了他们的生命，那你觉得这些大企业不会受到影响吗？而这些大企业受到影响，比如说哪一家大企业倒台了，那对于中国企业难道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吗？我不这么认为。所以台积电确实是全球的战略资产，而且中国可能也不会这么希望台积电倒台。OK， 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分享，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那如果你喜欢这种探讨分析师看法的形式的影片，欢迎在下面留言喜欢。那如果你不想错过我未来的内容，也要记得来订阅我，并且开小铃铛。我们下集影片见，拜拜。